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闻魔力。上集咱们聊了没有法律的小城板城，在板城的入口处有一座15米高、45米宽的彩绘山坡旧石山，在一片黄沙之中，色彩鲜艳的旧石山显得格外显眼。前来拍照游玩的游客总是络绎不绝。2000年的时候，旧石山被美国民间艺术协会评为是一座值得保护的纪念碑。2002年，旧石山被参议员芭芭拉·伯克瑟宣布为美国国会记录的国宝。然而，旧石山保留至今30年，并非一帆风顺，期间也经历了一次面临全面拆除的危险。由于旧石山在建造和维护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油漆，1994年，当地帝国县政府将其标记为有毒的梦魇。政府指定了毒物专家对旧石山周围的土壤进行检测。可以预见的是，检测结果表明土壤中的铅含量很高。帝国县政府向加州请求拨款以拆除旧石山。目前尚不清楚帝国县的做法是出于真正的环境保护还是政治动机。正如人们所知，旧石山位于板城的入口处，而板城是一个由候鸟一族和当地擅自占地者组成的社区。在板城没有法律，人们都是免费自由居住，可帝国县希望将板城变为收费的露营地，但旧石山可能会引发潜在的诉讼，所以试图找理由消除它。当板城的居民得知这一政府计划后，他们自发请愿，收集了数百个倡议签名，而旧石山的主人奈特骑士则亲自收集土壤样本，并将其交给了独立党派进行独立检测。最终检测结果表明，土壤中并没有铅毒。奈特骑士深知他使用的油漆都是无铅油漆。最终，旧石山得到了美国国家级的认可，并获得了许多知名媒体的报道，还有很多明星前来拍电影、拍摄 MV。奈特骑士希望这些爱的信息被广泛传播，他相信爱是和平与和谐共生的答案。1931年出生的伦纳德·奈特可以说是板城的元老居民，他形容自己是一个被宠坏和反叛的孩子。小时候曾因为口吃被同学们长期取笑而最终退学。童年时期，他的梦想就是搬到加州并建造一座山。1951年，20岁的伦纳德应征入伍前往朝鲜战场，但10天后战争结束，他回到故乡开始画画和弹吉他谋生。36岁时，他经历了精神上的觉醒，他主张上帝是爱，并忏悔自己是一个罪人。1980年，伦纳德在内布拉斯加州想要建造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热气球，标出上帝就是爱的字样供人们欣赏。4年后，他前往南加州继续尝试发射他的热气球，但由于气球的巨大尺寸导致气球破碎，伦纳德最终放弃了他的热气球梦想。从此他在板城安了家，几十年来一直都住在一辆破旧的消防车里。最早他仅依靠一只水桶、一把铲子和一袋水泥开始建造他的梦想旧石山，但4年后由于太多沙子的不稳定性，旧石山突然崩塌了。但伦纳德并没有放弃，1989年他开始建造第2座旧石山，这次只使用粘土、土坯和稻草，并花费了更多的精力用在结构上。他亲自背着几十公斤的干草爬上10几米高的梯子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当他75岁的时候，终于背不动那些干草垛了。旧石山是一个文字化的人造山，伦纳德持续制作了28年，覆盖了50万加仑的乳胶漆。这座最初由泥土和彩绘水泥制成的小纪念碑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土坯和干草的复合体山。外围结构则由电线杆、轮胎、车窗以及艺术汽车和雕塑组成。1998年，伦纳德依据当地纳瓦霍建筑风格建造了一个名为霍根的房屋，然后又建造了一座博物馆。博物馆用土坯和涂漆轮胎制成的树木来支撑。现在博物馆和霍根都是旧石山的一部分。伦纳德曾表示，爱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力量，可以对抗当今世界上如此普遍的仇恨。然而旧石山并没有完工，可伦纳德·奈特却于2014年2月10日去世了。现在的旧石山由志愿者组织负责维护，资金全部来自于捐款，很多油漆都是游客们游玩时顺便捐赠的。多年来，许多教会团体曾向伦纳德提出购买旧石山以传教，但却被伦纳德一次次拒绝。许多前来参观的游客并不都是出于宗教信仰，正如伦纳德所希望的，他的艺术所表达出来的爱能够触动所有人。来次旅行长一点姿势，有什么问题请留言，欢迎转发点个赞。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，我们形影不离。